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群雄的武将和阵容要怎么搭配。群雄的配对比较复杂，我们就先从后期的完整阵容看起，之后才来讨论前期的阵容选择。群雄的主输出是吕布，这个自然不必多说，我就没看过吕布在哪个游戏里是给人当小弟的。吕布的技能是对全体造成伤害，若命中控制目标，则再追加一次技能，但伤害会减半。如果说魏国是靠护盾来启动，那么吕布靠的就是控制来启动。三星会对有控制的目标伤害提升，五星则是吕布的核心增伤。若释放技能命中有控制的目标，则技能伤害提升 5%， 效果最多叠加10层，可持续全场。和张辽的增伤对比，吕布的上限虽高，但难度也提升了很多。张辽每层狂暴提升 15%， 完全体放一次技能就能叠满 45%， 轻轻松松。吕布假设每次释放技能都能联动叠2层，那也要释放5次技能才能叠满 50%， 难度很大，但提升却只有1点。当然，这也不代表群雄就会比魏国差，因为控制肯定是比护盾更好用的。8星释放技能时，会对有控制的目标造成生命上限 5% 的真伤。10星释放技能时，目标数量每减少一个，伤害就提升 12%， 最高 60%。这也是吕布在收割残局时很重要的能力，因为用群攻的武将只打一只效率真的很差。吕布的专武会在每一个武将被附加控制时提升技能伤害，一样是每层 5%。最多叠加10层，专武靠控制叠增伤能力，明显会比吕布靠自己释放技能去叠更快。吕布的2个增伤叠满就是100%的增伤，上限瞬间比张辽高了很多。所以就和魏国需要2个加盾的武将同理，群雄也会需要有2个能添加控制的武将存在。另一个红将貂蝉，技能会对一列造成伤害，释放后会使同列武将立即额外行动一次。这是专门用来支援吕布在动的，所以貂蝉和吕布一定要放在同一列。吕布必须绑定貂蝉才能上场，但幸运的是貂蝉1星就可以上，主要也是为了放弃让吕布再动，其他的可以慢慢来。貂蝉3星能增加群雄武将附加控制的概率。5星能使同列武将额外行动时清除所有控制状态，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技能，要尽快培养，因为后期能控制的武将实在太多，每个阵营都会有。8星是光环，会使群雄武将伤害减免提升。10星会使群雄施加的控制有 50% 概率增加至2回合。这是个非常强的技能，因为游戏的战斗只有10回合，若对付没有解控的手段，一旦主输出被控2回合，几乎就等于是被判死刑了。5星貂蝉拿来支援张辽，效果也是很好的，不过混国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吕灵奇是吕布的合击将，所以也是必上的。被动还可以配合控制武将减怒，只要我方武将成功附加控制，吕灵奇就会立即减少目标1点怒气，每回合最多发动2次，5星后可发动4次。这个能力在前期是非常好用的，可以让群雄在发动控制时还可以顺便减怒。3星是光环，会使群雄武将生命加成提升。8星也是光环，会使群雄武将伤害减免提升。10星则会在自身阵亡后扣除敌方全体1点怒气。老实说，这个用途不大，所以8星开了光环后就可以赚取生支援技能了。吕灵奇的支援技能会使群雄武将伤害提升，所以是群雄必备的。另外有人说过，支援和武将是不能同时使用的，这个设计听起来有些不太合理，所以想再和大家确认一下，看是不是真的，但紫色的武将是可以上的。蔡文姬是貂蝉的合击将，也是群雄的奶妈，技能会治疗生命最低的3人。3星会在我方武将成功施加控制时追加1次普攻治疗，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这个回血技能对于增加控制型武将的存活率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控制型武将必定是要站前排抢先释放控制技能的。
5星可以复活群雄武将，只能发动1次，10星可以发动2次。这个同样可以用来支援站前排的武将。8星是光环，会令群雄武将被治疗率提升。蔡文姬的支援技能会使前2回合的治疗效果提升，而且提升幅度还非常大。不过因为效果只有2回合，所以还是10星的价值会比较大。公孙瓒是群雄的控制武将，技能会对前排造成伤害，并有 60% 概率对目标施加麻痹1回合。麻痹的效果是无法普攻，所以会比较克制蜀国。配合吕灵奇还可以让敌方前排减怒，这招在前期初始怒气还只有4点时非常好用。只要公孙瓒站1号位先放技能，麻痹命中了所有前排，整排的人都会无法普攻和放技能，但后期初始怒气多了后就不管用了。不过公孙瓒还是群雄里能一次性控制最多人的武将，所以还是要上的。因为控制3个就等于是为吕布叠3层增伤。公孙瓒3星后就连普攻也有概率施加麻痹，5星被打有概率追加普攻，普攻又有概率可以顺便麻痹了。8星是光环，会使群雄武将生命加成提升。群雄是真的有特别多的光环武将可以用。10星会在阵亡前释放1次技能，配合蔡文姬的复活，应该还可以再死1次放技能。公孙瓒的支援技能也很有用，攻击前会有概率可以减少目标身上的护盾值，这是专门用来打魏国的。如果环境里魏国多，那么公孙瓒8星后就可以开始培养支援技能，否则就直接升到10星去吧。董白的技能会对一列造成伤害，并有 50% 概率眩晕1回合。董白不像许褚需要上盾才能眩晕，是群雄里最好用的控制武将，他的优势是可以眩晕到藏在后排的武将。3星会提升眩晕的概率，5星被直接伤害击杀时，有概率对攻击者施加眩晕，但如果是被火烧或毒死的，则不会触发。10星被打死 100% 概率眩晕对手，配合蔡文姬的复活，应该可以重复触发。8星是关键技能，每回合结束可以恢复 20% 生命。董白是群雄最重要的控制坦，可以以控代坦，自身也具备一定的坦度，死后还能再控1轮，非常能拖。董白的支援技能是提升对处于灼烧或中毒的目标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有打算完毒的就可以练，火烧队必练。群雄前期的最终阵容大致上就是这样，站位方面公孙瓒站1号位更方便出手控一排。由于群雄的基础控制只有1回合，被控的人行动后就会解除，所以吕布必须站前排，趁控制还在时尽快出手，所以2号是比较好的位置。3号是董白，控的是最后一列，好处是5号貂蝉放技能让吕布在动时，敌方6号位的控制一定还在。不过实战上，吕布和董白的站位是可以互换的，主要是看你对手的主力输出比较常站那一列，董白就跟着站同列。同时也可以考虑去避开敌方董白常站的那一列，以避免我方的吕布貂蝉直接被控。以上就是群雄的前期最终阵容，但这只能建立在你的吕布已经培养好的前提之上。由于队里只有一个主输出，一个打群体的武将若没有培养好，整支队伍就会很弱。吕布要至少5星，专武25阶和一个吕布红锦囊，才能担当队里的主输出一职。吕布红锦囊能让群雄输出武将，每命中一个控制目标，就恢复1点怒气。只有这样，吕布才能在貂蝉提供额外回合时，还有怒气能连放技能。如果没有红锦囊，就只能用4个徐庶锦囊来代替，效果当然没有红锦囊好，这只是权宜之计。要留意，徐庶锦囊是只有辅助武将才能佩戴的，队里公孙瓒、董白、貂蝉和吕灵奇全都是辅助武将，刚好满足条件。在吕布成型前，队伍有几个选择。最简单的就是培养袁绍来代替吕布。袁绍的技能会攻击前排，若命中控制目标，则再追加1次原伤害 30% 的技能。虽然袁绍的追加技能倍率比吕布少，
但因为它是一列攻击，倍率本来就比全体高，所以总倍率还是会比吕布的技能高的。加上队里公孙瓒和吕灵奇全都是打前排的武将，所以前期在减员效率上是会比未成型的吕布好的。3星会提升对控制目标的伤害，5星每当有敌方武将被附加控制，袁绍就可以回怒一点，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等于是自带回怒锦囊了，非常方便。8星提升普攻和技能伤害，10星技能范围会变成全体，就是个小吕布了。这是群雄一个比较方便的前期选择，不过袁绍的支援技能对群雄就没有用了，他提升的是普攻伤害，所以无法再利用，是个小浪费。另一个选择是玩中毒，但个人比较不推荐。玩毒的在前期绝对会比未成型的吕布强，但他的问题在于没有后续，缺乏体系支持。群雄的下一个红姜是控制，而经常被拿来做成毒姜的贾诩又是魏国的，是个闪避盾。所以你总不可能一直用成姜来当主输出吧？成姜的属性到了后期是和红姜差很远的，若是用完就丢，要培养2个武将的成本也很大。虞姬的支援技能是灼烧中毒转治疗，那是吴国用的。华佗的支援技能是生命加成，姑且也能用，但主要还是魏国的，所以前期养毒并不划算。当然还有最后一个选择，就是直接上最终队伍，然后一直挨打直到成型为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